大城市漂3年，挤地铁熬通宵，工资刚够交房租，还不如回家乡耕荒地，赚小钱陪奶奶。就剩这块地了，再住几下就结束。是谁唤醒了本龙？3000年了，终于有人发现了这里。这是哪儿？怎么地下有个山洞？我好像听见了谁在说话。吾乃金龙。龙的骨头，你真的是龙？本龙沉睡了3000年，险些彻底睡死，幸好关键时刻你唤醒了本龙。本龙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我想要钱，给奶奶治病。我的龙力散落在世间各处，无法开启藏宝库，给不了你金银财宝，便赠你一双神龙眼，让你借用龙目之力透视万物。不管是金银珠宝、古董珍品，都逃不过这双眼睛。你可借此谋生，改善家境。等本龙力量恢复以后，会赐你更强大的力量。没想到这个一直在我家用来吃饭喝水的碗，竟然是古董，还值5万块钱。我的眼睛真的能透视了，还能鉴定捡漏古董，赚大钱，过上好日子了。本龙赠你的神龙眼可透视万物，望你好生利用。谢谢你，您给的这份能力真是帮了我大忙。区区一双神龙眼不算什么，只要我恢复龙力，打开藏宝库，宝贝万千便任你挑选，甚至带你成仙也不在话下。我的龙力散落人间，你若遇上，自会有感应。没问题，一定帮你把龙力都找回来。咱下先去市场上把这件古董换成钱再说。郝先生，你看啊，这可是明代宣德年间的和田白玉如意只要20万。我再看看。老板，收古董吗？我家有个祖传的青花瓷碗想出手。就你这农村穷丫头，穿成这样能有什么古董？赶紧脑凉快脑待着去，别耽误我卖古董。郝先生，这可是明代正品玉如意，绝对价值20万。你还没看我的碗呢，怎么就知道它不是古董？一边玩去！走走走，没看见郝先生马上就要买下我的玉如意了吗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玉如意值不值20万。原来是个价值50元的赝品啊！原来是个价值50元的赝品啊！这位先生，你确定要花20万买个价值50的东西吗？你这穷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不就是没收你的假货吗？怎么还污蔑我的真品？这玉如意就没有玉该有的油脂光泽，就是用普通白石染色仿的，用强光手电一照就能看出来了。坏了，真是假的？老王，我也算你这的老顾客了，你就拿假玉骗我？郝老板，你别信这丫头的，她那瓷碗才是假的。姑娘，你手里这只青花瓷碗，也就是真古董啊？这个是我家祖传的清代青花瓷碗，你要的话5万就成。我看看。哎呀，这瓷碗还真是个古董。哎呀，我正好缺个饭碗，5万很公道，我就要了。郝先生，您再看看我店里的这些，都是经过鉴定的好东西，比他这碗强多了。你敢拿假货骗我，还污蔑人家小姑娘，你这店别想再开下去了。姑娘，走不走？郝先生，小姑娘如此年轻，竟懂得鉴宝，真是厉害啊！我把钱给你。到账5万元，这碗给你。姑娘，以后我再投古董，能不能请你过来帮我长长眼呢？你放心啊，咨询一次10万。10万？怎么样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先过去了，再见。有这神龙给我的透视眼，我真的要发财了。收集龙力的事情也不能忘，毕竟那条龙说了，如果能够帮他恢复龙力，还会赐给我更强大的能力。这是龙的感应，这周围有古龙需要的龙力。神龙眼开，龙的力量竟然藏在一块原石里，必须把它拿下，我就能得到更多能力了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啊？小姑娘，这破石头你也买呀？随便去河边捡一块，可都比这个强。一看就是外行，这石头裂纹这么多，切开大概率就是废料，纯属浪费钱。姑娘，这块石头是差了点儿，我给你挑块品相好的。龙的力量只会寄宿在有价值的宝贝上，这块石头肯定是个宝物。老板，就这块了，你开个价吧。行吧，我也不骗人钱，你给500，意思一下得了。好。哎呀，第一份龙力成功拿下，赶紧给古龙送去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奶奶，你醒醒！奶奶，你别吓我。对了，还有龙，说不定能救奶奶。
古龙，我把你的力量带回来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奶奶！小丫头，别着急，就算没有龙力，我也会想办法帮你的。太好了，这石头果然有一丝龙力，虽然微弱，但保住你奶奶的性命，应当是没问题的。她身体已无碍，过会儿就能醒来，不过这身体还需要慢慢调理。多谢你救了我奶奶，古龙。不必多谢，我感知到西南方向有一股很强的龙力，在一处风水宝地之上，还要麻烦你去寻回这份龙力。好，我记住了，龙气在西南方向上的风水宝地，我会尽快带回来的。待我吸收完那份力量，便赐予你一颗龙珠，让你有能力彻底治愈你奶奶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冉冉，奶奶就是想想帮你做家务，没想到就晕过去了。奶奶，你养好身体就行。我今天下午出去赚钱了，赚了整整5万块钱呢。哦，以后我还能赚更多，让您天天都能吃好的、穿暖的，过上好日子。我们家冉冉真是有出息了。那块被龙吸收过力量的石头，应该还值不少钱。太好了，这块石头还在。神龙眼开，帝王绿翡翠200万，这一小块石头竟值200万，卖了这块石头，我就再也不缺钱了。这里就是龙城最大、最安全的原石店，就在这儿把石头卖了吧。老板，我要卖原石，最低200万。200万，这么个农村丫头能懂什么原石？不会是拿假的蒙我吧？哇，竟然是帝王绿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这么顶级的帝王绿翡翠原石。姑娘，你这原石在哪儿找到的呀？就是昨天在街边原石摊位买的，才花了500块钱。500块？你这捡漏的眼力不错呀！还是姑娘你本事大呀！200万是不是？我再加100万。姑娘，以后再遇到好石头，能不能先送到我这儿来？我绝对不亏待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到账300万元，太好了！顺利卖完了石头，该去找龙力了。龙印记出现了，龙的力量应该就在这附近。竟然在别墅里，急售50万，500平，我没看错吧？别墅急售50万，500平，我没看错吧？哎呦，龙冉姑娘，你是之前买我古董的好先生？这是看上我家这套房子了？啊，对，好先生，您这别墅怎么卖这么便宜啊？不会是标错价了吧？进来说。这么庞大的龙力，竟然处在这么小的摆件里，必须想办法把这个摆件带给古龙。请坐。郝先生，这别墅是您的吗？是啊，这房子可是建在龙脉上的，想着能沾点龙运。自从我住进来以后，我和我爱人身体越来越差，生意上也总出问题，运势一落千丈啊。这别墅虽然是风水宝地，却存在着强大的龙力，普通人承受不住，受到影响也正常。想来是自己命不够用了，所以这才赶紧便宜出手，图个清静。卖给我吧。等把玄鸟摆件里的龙力取出来，这里的龙气就平和了。这么好的合景房，刚好让奶奶来养老。郝先生，这房子我买了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！这房子里的东西我也用不上了，都送给你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这下正好，不用特意开口要玄鸟摆件了。转账50万元成功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明天我把购房合同带来，咱们就签上字，就算齐活了。好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就先告辞了。50万捡漏一套大别墅，真是太值了吧！这下有了玄鸟摆件，该去给古龙送龙力了。古龙，你在吗？龙的力量更强大了。小丫头回来了，我这次帮你找到更强大的力量，你快吸收了吧。那我就笑纳了。真的变成金龙了！古龙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又从金龙变成古龙了？终究是力量不多，只能维持元神一瞬，不过足够让我重塑龙骨。没事儿，从骨头开始重塑金龙之躯本就不易，我会再帮你多寻找龙力的。2亿！看来龙力寄宿的越多，
这宝贝就越值钱，真是一举多得呀！按照约定，我该兑现承诺。此乃龙元珠，蕴含我炼化后的精纯能力。我再传你一门法术，让你炼化龙元珠，就可以凭此珠百病不侵，治愈你奶奶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能力，在龙门方向旁有阴幕，你大可去那里找找看。我就能修复一定肉身，也会将修复之力赐给你。阴幕，槐树，我知道了。槐树又称阴幕，会展中心那儿有一棵千年槐树，方向也对得上。看来龙力就在那附近。交给你了，待我完全恢复，定会报答你的相助之恩。这下钱有了，又能给奶奶治病，真是太好了。奶奶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。奶奶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我今天去城里托朋友找一位特别厉害的医生求来的药，专门治您的病。这一定很贵吧？奶奶，您就别担心钱的事情，能治好您的病比什么都重要。奶奶，你先闭上眼睛。这龙珠蕴含龙的力量，一定能治好奶奶的病。我这头也不疼了，这心口也不闷了，我这腰也不疼了，这药也太神奇了吧！我就说嘛，那位神医很厉害的，以后您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奶奶，好，我还买了个房子呢。买房子啊？冉冉啊，咱也没那么多钱，哪有钱买房子啊？奶奶是真的，就在清河边上，还是一个500平的别墅呢。500平，还别墅？冉冉啊，你又是买药又是买房子，你别吓奶奶啊，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儿啊！还是不要跟奶奶说龙的事了，她年纪大，别再受到惊吓。奶奶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之前闲得没事儿买了张彩票，结果中了1000万大奖啊！买完药和买完房子还剩下不少呢，够咱们以后好好生活了。1000万？你别骗奶奶啊！奶奶是真的，明天咱们就搬到别墅里去，好不好？冉冉啊，我们的冉冉有出息了。哎呀，小冉呀，这房子也太气派了吧！奶奶，这房子离清河近，空气好，而且装修什么的都是现成的，您就在这住着，好好养身体。只要你安排的，奶奶就喜欢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这老婆子这一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哎，肯定是郝先生送合同来了，请进。小姑娘，购房合同我带来了，你看看，没问题，在这签上字就行了。好啊，签了字儿，这清河边上的500平别墅现在就是你的了啊！真是太感谢郝先生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在会展中心要举办10年一度的古董鉴赏展。古董鉴赏展？不仅能看各路宝贝，还能把自己的宝贝拿去拍卖。你要是有不错的宝贝拿去拍卖，说不定还能挣不少钱的。正好把这个青铜玄鸟卖了，拍卖说不定能比2亿更高。而且会展中心不就是龙力所在的地方吗？这下能一次性把2件事都解决了。郝先生，我正好有件宝贝想出手，明天我一定去。哎呦，那太巧了，我也说过去凑凑热闹，说不定啊，咱们明天还能碰到他。那咱们明天见。行，那我就先过去啊。这就是古龙说的阴幕啊！龙力这次会在哪儿呢？龙力一定附着在宝物上，应该在展区里。看来猜的没错，就在展区里。而且这次的龙力比上次的玄鸟百剑还要强，一定要把它拿下。居然在这儿，龙力就藏在这个步摇里。你好，请问怎么才能得到这个步摇？这个步摇是本次鉴宝大赛的终极大奖，参加比赛拿第1才能获得。鉴宝大赛？但我劝你还是放弃参赛吧。上次大赛第1的刘峰今天也来了，你没胜算的。刘峰这人有毒瘾，每次比赛都要跟对手赌点什么。听说之前有人跟他比，最后赔得倾家荡产，连底裤都不剩。赌又如何？我有古龙的力量，怎么可能输？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这次比赛我参加定了。那祝你好运吧，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入口在这。好，谢谢。峰哥，还有10分钟比赛就开始了，除了您，还没人敢来，看来都被您的名头吓破了胆。再没人来，那凤凰纹银步摇就直接归您了。你好，我来报名比赛。哪儿来的小丫头片子，毛都没长齐就敢来凑鉴宝大赛的热闹？
去，赶紧滚蛋！这可不是小孩玩过家家。小姑娘，你知道跟我比赛的规矩吧？我喜欢玩大的，想要跟我比，得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当赌注。这个够吗？居然是青铜玄鸟，像这种级别的青铜器，价值不可估量，最低也得上亿啊！看来是我低估你了。我已经拿出赌物了，刘先生，你想怎么赌？我赢了，这个青铜玄鸟归我；你赢了，这个宋代的青花瓷瓶、清代和田玉镯、民国铜香炉3件宝贝归你。什么宝贝？全是假的！刘先生的算盘真是打得震天响啊！赢了拿走价值上亿的青铜玄鸟珍品，输了就把这3件假货当彩头。你当我是傻子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听我说完就知道。这仿宋青花瓷瓶看着有瓷亮，其实就是用现代化学釉料调的。而真正的宋瓷摸起来手感发涩，这个虽然摸起来滑溜溜的，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个现代工艺品。嚯，真的！还有这清代和田玉镯就更可笑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清代和田玉，这就是个釉玉。这种玉硬度低，金属就能划出痕迹。劳烦借我一串钥匙。真掉了，这太假了吧！真的掉了！刘峰，你就是个骗子！这民国铜香炉最可笑，老铜器年代久，铜料里的杂质会慢慢沉淀，掂着沉手不说，声音也会发闷。而你这铜香炉就是用现代的带薄铜皮做的，一掂就轻飘，敲着响得像锣。而且这铜锈一刮就掉，是用醋泡出来的吧？是没毛的！这刘峰怎么拿假东西糊弄人啊？我只不过是拿这些东西测试一下你的能力，看来你有资格跟我比试。这位先生的测试还真是可笑。这样吧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拿出来现金5亿，你敢不敢赌？5亿，这赌注也太大了。好啊，5个亿，反正你也赢不了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刘先生最好提前准备好现金，免得到时候赖账。鉴宝对决现在开始。本次对决采用3局2胜制，现在进行第1局鉴画。这次画中仅有一幅是画圣5道子的真迹，双方需在10分钟内选出真品，先答对者得1分。10分钟？吴道子的话，我5分钟就能鉴定出来。吴道子的吴代当风，我选择第2张。龙姑娘，你怎么还坐着不动？难不成你坐在下面就能鉴宝？我觉得你不会是逞口舌之快吧？败犬就会乱飞。我选第3幅，第3幅是真品。第3个？你是真不懂画吗？第3个的那个线条又硬又僵，哪有吴代当风的感觉啊？现在公布比赛结果，第3幅为吴道子真迹。什么？这第3幅花鸟画所用的晕染技法是吴道子晚年独创，这其余的3幅均为现代高质量仿品。居然是第3幅，这龙姑娘也太神了吧！刘峰刚才还在装懂，现在打自己的脸了。不过是运气好，下一局是鉴玉环节，我看你还怎么蒙。刘先生的借口还真是多。第1局罗然女士获胜，下面进行第2局，赌石竞价，价高者胜。竞价环节结束后，最终结果将由鉴宝师团队评估价值。刘峰这架势看着挺专业啊，毕竟已经输了1局了，再输脸就丢大了。我选第1块高冰种料子，一定价值不菲。龙小姐，你坐那里不动如山，是心里有底了，还是心里没谱了？当然是心里有底了。我选第4块。你不会看石头吧？刚才对着4块石头发呆，你不会什么都没看出来，胡乱挑选一个？说不定是你太菜了，辨不清好坏，还不如我这个坐着看的。你不要给我逞口舌之快，到时候结果出来，自然见分晓。2位已选定人时，现在开始，由林先生选择的开始。出绿了，是冰种晴水绿。冰种晴水绿翡翠，重320克，质地细腻，市场估值约8000万。8000万？你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啊！别着急，我的石头还没开呢。车没原石，表皮暗沉，
毫无亮点，估计开不出什么大货。他这个就算开出翡翠，也很难超过刘峰的了。我就说这石头根本出绿了，我的天，是满绿帝王绿啊！你看这颜色，你看这水头，比上块更极品。满绿，无劣无杂，品相完美，重量450克，市场估值至少5亿。3局2胜，你已经输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丫头片子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石头，你们肯定在石头上搞鬼！刚才那么嚣张，现在输了却不想认，不会是想耍赖吧？还自称龙城鉴宝第1人呢，就这德行！赶紧给钱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谁玩不起了？等我打电话凑凑。师傅，我是小刘，那个，我跟别人比赛我输了，需要5亿周转一下。对，我到时候还你。这人居然还有个师傅！合着他刚才说凑钱，原来就是问自己师傅孙德凯借钱，还真是师傅的好徒弟啊！我要是有这徒弟啊，肯定被这糟心的徒弟气死了。到账5亿，我先转给你了。好，刘先生，还算你信守承诺。走着瞧。刘先生，别忘了把那3个赝品销毁哦。龙小姐，这是你赢得第1的奖品，市值700万的唐代凤凰银步摇，请您收好。果然蕴含着大量龙力，龙吃了一定能变强不少。步摇拿到手了，得找个机会把这青铜玄鸟卖了。姑娘刘布，你好，能不能把这个青铜玄鸟以5亿价格卖给我呀？我叫方协文，是本次展会的主办人，同时也是龙城古物管理局的局长。方才见识了姑娘的本事，实在是令人佩服。谬赞了。不过据我所知，这玄鸟的市价不过2亿，您愿出远超市价的价钱购买，恐怕意不在此吧？有话不妨直说。姑娘鉴宝眼光独到，看事也很通透啊，确实有一事想请姑娘帮忙。我们最近在郊区发现一座特殊古墓，想请姑娘加入我们的挖掘团队，帮我们进行鉴宝解读。挖墓又耗时又费力，我还得寻找龙力呢，哪有这闲工夫啊？方局长，加入挖掘队的事我就不考虑了，等你们挖出了宝物，随时可以来找我咨询，我一定相助。好，我就不勉强了，只是这玄鸟啊，我是真的喜欢，不知姑娘能否成全啊？方局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老老实实的赚钱了。到账5亿，这青铜玄鸟就是您的了。谢谢姑娘割爱，日后若有需要，定会再联系姑娘。好，方局长，青铜玄鸟卖了，步摇也拿到了，该回去给古龙送龙力了。古龙，我回来了，这次的龙力比之前的玄鸟摆件还要强。确实强劲，你快把里面的力量吸收了吧。你的头恢复了，这还要多亏了你。真是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步摇。不必惋惜，这次吸收的龙力足够充沛，能赐予你新的力量，算是对你寻龙力的谢礼。新的力量？什么力量？这是龙爪之力，可重塑器物。无论是破损的多么厉害的珍宝，只要器物本身的根基还在，这股力量便能唤起本源，修复原状。真的能修复吗？我试试。真的能修复，一点断裂痕迹都看不出来。龙族之力自然不凡。谢谢你，以后我不仅能找宝物，还能修古斗，真是无敌了。不必多礼，你对我有恩，自不会亏待你。我方才感知到西北方向出现了一股龙力，这龙力像是长封于地下，刚被挖掘出来，很是强力。西北方向，地下，难不成是方局长说的古墓？好，我记下了，一定帮你把那股龙力找回来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刚还跟他说不参加挖掘，这么快就反悔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加入进去。真是说什么来什么。喂，方局长。龙姑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郊区地下古墓里的东西挖出来了，可遇到了难处，想请你帮忙看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具体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，这物件一出土就受了损，现在队员们还正在拼凑呢，一时半会儿看不出全貌。文物受损，这感情好。
刚获得的龙爪之力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好，方局长，我对修复宝物也有点能力，我先帮您看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东西现在就在古物鉴定局，你直接来吧。好，我感觉这破损的文物跟龙力有点关系，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加入挖掘队也没什么不好，后续找龙力也方便。这步摇这么好看，就先留着吧。龙姑娘，你看一下，这就是从郊区古墓挖出来的物件。原本呢是一个完整的陶罐，但是在出土的时候，由于接触到了外面的空气，内外的湿度不均衡，就裂成这样了。果然，我没感觉错，龙力就藏在这里面，得想办法带回去给古龙。方局长，这瓷片交给我吧，我修复用的工具和材料都在家里，得先把这些瓷片带回家里处理。不行，你把这么珍贵的古物带回家里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掉包？拿个假的回来糊弄我们？刘峰怎么也在？刚刚光顾着看宝贝了，都没注意到他。方局长，这瓷片上可刻着去往主墓的路线和地图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小姑娘处理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主墓室地图，我们现在挖掘的是靖安王的陪葬墓，但是根据出土的竹简记载，真正的靖安王的主墓，它的位置就刻在这个陶罐的内壁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们这么着急修复。不过方局长，这两位是……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叫刘峰，就是跟你比赛的那个。这位呢是他的师傅，叫孙德凯。孙老先生在古物界也是资深的老前辈了，是我们特意请过来协助我们修复的。原来这位就是给徒弟背锅武艺的院主师傅啊！我师傅经营古物修复界几十年，都没把握把这些陶片修复完好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凭什么说能把这些修好？别在这儿说大话了。刘先生，我以为你经历过比赛，已经明白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这个道理。各位不用担心我会以假换真，到时候我把修复好的陶罐拿过来，你们拿着修复后的陶罐，根据上面的地图去寻找主墓室。等你们找到主墓室之后，不就能证明我修复的是真品了吗？对对对，龙姑娘说的是对的。那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修复好？10天？不用10天。5天？1晚上。1晚上？就算是华国顶级的修复师，修复这些碎片也最少需要10天。你说1晚上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就1晚上，明天早上我就把修复好的陶罐拿过来，交给你们查验。就1晚上的时间，就算是想造假，也没机会准备吧？小姑娘，你确定只需1晚？这古物修复可不是儿戏啊！一旦操作失误，这些陶片可能就彻底毁了。孙先生放心，我有把握。我感受到的就在这木盒之中。古龙，虽然没有玄鸟那么强力，但也是股不小的力量。既然又恢复了一些力量，你的附身之力这道护心丝可保你3次平安，已经来去多提防小人作祟。古龙，谢谢您提醒，我近来确实太过惹眼，的确应该多留心。我察觉到下一股力量出现在北边大海，并隐藏在一块石头上。北海？石头？我知道了，一定尽快找到它。现在该修复陶罐了。完美呀，真是太完美了！这陶罐上真的有地图，真是件神奇的宝贝。龙姑娘，这是修复好的陶罐吗？对，方局长，已经修复好了，欢迎查验。哎呀，这手艺简直神了，一点修复痕迹都找不到。表面上看是修好了，到时候拿着罐子找不到主墓室，那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？你们尽管拿着去找，找不到算我的责任。好，好，好，龙姑娘，这次修复陶罐，功劳全是你的。这是1000万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转账1000万元成功，多谢方局长，以后有事的话随时联系。方局长，好消息，昨天拍卖下来的蛇首送到了。真的？哎呀，龙姑娘，先别急着走了。昨天的拍卖会上，有人拍卖圆明园丢失的蛇首，我局成功将其拍下。既然这么有缘分，咱们一起看看。好，那我也见识一下圆明园珍宝。冯局长，蛇首已安全送达，请您查验。
果然是传闻中圆明园蛇手，做工精湛，气度不凡呐。既然是国宝，市值定然不菲。我倒要看看这宝贝到底值多少钱。方局长，这个蛇手是假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师傅都说是，你凭什么说是假的？什么意思？听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早就知道这是假的。我只是表达惊讶而已。这你不要多虑啊，跟我可没关系。别人能被你哄过去，我可不会。你小子决定放什么屁，我都知道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，那我真的就是单纯惊讶，他凭什么一句话就断定是假的？不如让他说说，这蛇手到底假在哪儿？很简单，圆明园兽首是一次锻造成型的产物，工艺十分精湛，没有任何焊接痕迹。而这里，你看有焊接的痕迹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仿品应该是分上下两部分做的，最后焊接在一起的。还真是，若是不仔细看的话，一定就忽略了。还得是龙姑娘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真是火眼金睛啊！造假的人很小心了，这假蛇手的金属材质和真的一模一样，绝非普通的造假者能做到，一定有专业人员指导，你说对吧，刘先生？我听到了吗？老实交代，你和这假蛇手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！我？对，就是你，非要和我赌5个亿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最后连我师傅都知道了，我的面子都丢尽了。我欠的赌债，输你的5亿，哪样不要钱？不把真品偷出来卖了，我怎么凑钱啊？这都是你逼的。还真是可笑，比赛要拿宝贝当赌注，是你提的规矩吧？输了比赛就急眼，玩不起就胡乱攀咬。畜生！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今天我就打死你！孙老息怒，孙老息怒！现在不是教训他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得知道真的蛇手到底在哪儿。刘峰，快说，真蛇手到底在哪儿？应该在日新的制片厂废弃仓库里。买家说马上就要装船下海，你赶紧联系，不然国宝真的找不回来了。走走走，在日新的制片厂废弃仓库里，那刚好过去找找能力。等等我，我也去。买家联系你了吧？东西到底在哪儿？电话把我删了，怎么也打不通啊！说，快，赶紧去找，快，看有没有类似古董盒子的东西。蕴含龙力的宝物竟然在这里面，古董应该都会放在一起，那说不定真品蛇手也在里面。方局长，孙先生，你们快过来！我好像在这个缝隙里看到了装古董常用的那种深色木盒。把它撬开，不管是不是蛇手，打开再说。有什么问题，我担着。我以为龙力会在真的蛇手身上，没想到居然不是。这样也好，要真是蛇手，我一个人还搬不动呢。看来这些箱子里面都是些古董宝物。哎，你们找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能破坏了。这龙门扳指协会放在拍卖场的展品啊，也被偷到这儿来了。刘峰，你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蛇手找不到，你就是国家的罪人。方局长找到了。龙姑娘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次是不是真的？这次是真的，没错。总算找到了，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。方局长，蛇手也找到了，也没造成多大损失。您看警察那边就别牵扯进来了吧。我免费在协会打工抵债，我是上届鉴宝大赛第1名，你肯定不亏。让你来协会当义工，那不就跟把小偷放进金库里一样吗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这种人接近任何一样宝物，你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过吧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从你做出这些勾当的那一刻起，就当我没你这个徒弟。刘峰是吧？有人举报你盗窃国宝，参与造假诈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是我自愿的，是有人胁迫我做的。跟警察说吧。救我，师傅！龙姑娘，这次真的麻烦你了，不仅识破了假蛇手，还帮我们找回了真品。刘峰的所作所为，会有法律制裁的。没关系，不过举手之劳。方局长，倒是这个龙纹扳指，不知道他现在有买家了吗？还没有呢。若是想表达感谢，能便宜点卖给我吗？这扳指是康熙皇帝的御用之物，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6000万左右。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我来做主，2000万，怎么样？好，成交。等龙吸收完里面的龙力，我再把这扳指卖掉，又能大赚一笔。到账2000万。好了，方局长，钱已经转过去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龙姑娘，到时候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再联系你。能帮忙的，我一定帮。古龙，我回来了，这次的力量更加强劲。扳指内的能力竟如此强烈，远超之前的几件器物。那你快把它吸收了吧。
怎么样，力量有涨吗？这股力量太过浑厚了，或许会到地下炼化吸收。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其他龙力？我去寻找。未曾，如果感受到了龙力的气息，会通过千里传音告知你。好。龙力暂时不用找了，现在找个机会把扳指和步阳卖掉，然后在别墅1楼开个鉴宝店，赚点小钱陪着奶奶。官石鉴宝天下第一，古物修复举世无双，欢迎砸场。姑娘，你口气不小啊！哎，大家对我别客气，尽管来挑战我。要是有我说不出来的年代的古董，这2件宝贝就归你了。我倒要看看姑娘到底真的有没有这般能耐。我这4件宝物，姑娘若是能说出它的来历，你这几件宝物我全买了。这4件东西，姑娘若是能说出它的来历，你这宝贝我全买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幅画是元代王蒙仿东晋顾恺之的作品，虽然是仿品呢，但它是元代的，也是难得一见的真品，所以啊，这幅画值800万左右。没错，我是花了834万买下的。这个瓷瓶呢，看着是宋如尧的釉色，其实啊，它是明朝宣德年间仿的，这工艺了得，仿得很好，所以啊，它值个500万左右。哎呀，没错没错，姑娘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乖，这姑娘太厉害了。哎呀，没错没错，姑娘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乖，这姑娘太厉害了，不只能说出年代，还能说出价格。本来以为是个哗众取宠的，没想到真有本事啊！这个镜子呢，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个镜子的本体啊是清朝的，但是中间可能碎过，所以换了个别的。这个托盘呢，确实是宋朝的，但是这个支架呢是现代仿宋的。怎么样，先生，说的没错吧？连仿宋的支架你都能看出来？没错，我为了仿得像，特意花了100多万，没想到还是被姑娘的慧眼看出来了。哎，要是我没点真本事，我敢在这摆摊放大话？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手表吗？还有必要看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表，这块表啊是晚清时期从英国进口的，只是后来改成了腕表的款式。这表带啊和这个表的本体工艺和材质都不一样，只是可惜啊，这个表的机芯已经受损，运转不了了。不瞒姑娘说呀，这块表前2天给我小儿子摔地上了，机芯走不了，我找了很多人去修，他们都说修不了。因为喜欢，所以我一直带在身上。这块表前2天给我小儿子摔地上了，机芯走不了，我找了很多人去修，他们都说修不了。因为喜欢，所以我一直带在身上。这个表我能修，要不你今天把它留在这儿，明天再来拿走行吗？一块手表而已，龙爪修复几秒钟的事儿。哎呀，姑娘真是深藏不露啊，连机械钟表都能修，年纪轻轻真是厉害呀，厉害呀！那这样，扳指、步摇我全要了，再多给姑娘转500万，总共1个亿转过去了。好，那明天你就过来取，我一定给他修好。好，我相信姑娘。那我们明天再登门拜访啊。这姑娘好厉害呀！我家也有个古董瓶子，明天带过来，求姑娘给估个价。我也是，前2天刚淘了一个小玩意儿，姑娘帮忙看看真假。好，大家别客气，都拿过来让我看看。只是啊，我这儿只免费看半个月，半个月后就要收费了，大家先到先得，早点来呀。好的。钱也赚了，名头也打响了，以后就凭鉴宝修物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，想想就开心。没想到这次的古董会能见到这么多有趣的人，还见到这么多有趣的古董，就是有点可惜，要是有带龙器的就好了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，先把你修好再说。这龙器可真好用，那以后家里要是有电器坏了，就不用再找别人了。龙姑娘，此前吸收的龙力我已经完全消化，同时回想起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帮我恢复真身的关键，速来见我。重要的事，那可耽误不得。哎，冉冉，这又要出去工作呀？这刚切好的苹果，你吃2块再走啊？奶奶，我还有事要出去，这块表你收好。对了，明天有个叫詹慧清的中年男人，穿着黑色长袖褂袍，把这个表给他就行。我这有急事，先不吃了，先走，你照顾好自己啊，奶奶。冉冉，你慢点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古龙，我回来了。你居然幻化出一半的身体了，看来离恢复完整的力量已经不远了。古龙，我回来了。
然幻化出一半的身体了，看来离恢复完整的力量已经不远了。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？吸收完龙纹扳指的力量后，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之前寻回的龙力只是散气，我要重做龙身就需要龙心，而重做龙身必须找到3件宝物。3件宝物？没错，这3件宝物分别是龙头、龙身、龙尾，合为一体就是一条龙。什么？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宝贝？可是我应该去哪里找得到它们呢？这3件宝贝一直由噬龙的思云一族保管，你找到思云家主说明情况，他会将宝物给你。思云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我就说思云家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原来是华国的首富呀！原来思云家亦是噬龙族的后人呢。可是就算我见到思云家家主，他能相信我说的话吗？不必担忧此事，你将思云告诉他，他自会相信。不必担忧此事，你将思云告诉他，他自会相信。有了这龙形印记，那么找龙力的话就方便多了。我一定帮你把3件宝物要回来。若你能助我成功恢复真身，我会在此种下一棵龙树，树结金果，万年不枯，可保你后代子孙富贵无忧。金果，金子做的果实，真是太好了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龙力找回来的。我只是一介平民女孩，怎么会接触到思云家家主这种首富级别的人物呢？我这先搜搜看，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。什么？我竟然帮别人把他们家祖坟掘了！原来那陶罐上的地图就是靖安王的坟墓啊！怎么没想到靖安王就是他们的祖先呢？罪过罪过！思云镇大闹龙城古物管理局，那是不是说思云镇现在人就在龙城古物管理局呢？那我现在过去的话，说不定还能直接碰上他呢。方局长，未经人允许就私自挖人祖坟，这就是你们古物管理局的态度。我看干脆改名叫盗墓局算了。哎呀，司老啊，这都什么世道，还搞王侯将相那一套啊？按照规定，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，我们考古挖掘合法合规啊，我们那是为了保护文物啊。方局长，龙小姐来了。啊，龙小姐，请坐。司老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龙冉，龙姑娘，就是她，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修复了你的陶罐，如果不是她的话，宝物可能就变废物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把这帮盗墓贼引到我家祖坟的。哎，司老您消消气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也是受方局长所托才去修复文物的，真不知道靖王墓就是您家的祖坟呢。哎呀，真是害死我了。你怎么会有金龙印记？啊，忘记了，这个印记你也能看见。金龙告诉我说，只要把这个印记展示给司家人，他们自然就能明白。印记？印记？我怎么看不到？什么印记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恕老夫眼拙，才看出你是新的噬龙者，以前多有冒犯。还望海涵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思云一家定当俯首听命，全力以赴，绝不有任何推辞。您快起来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龙姑娘，怎么说着说着还跪下了？你们2个这是什么情况？方局长，我跟司老还有要事相谈，您能不能先回避一下？哦，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们慢慢聊，好吧？司老，您快坐下，我可担不起您这一跪，有话咱们坐着说。姑娘担得起，这金龙印记乃是噬龙者的象征。姑娘，是金龙亲自选中的人，就是我思云家族的贵客，必须得跪。原来这就是噬龙者的印记，这印记你一定也有吧？我没有，我们族中只有先祖靖安王思云珏有这个印记，他才是真正的噬龙者。我们族中只有先祖靖安王思云珏有这个印记，他才是真正的噬龙者。凭借着金龙赐予的力量，成为了王。我们这些后代只能看见龙印罢了，不能算是噬龙者。原来被金龙选中才能成为噬龙者，而且金龙好多年没有出现过了，久到我们这些后人都以为是先祖编的神话。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见金龙印。其实金龙不是故意不出现的，他只是被封印了。什么封印？
我无意间解除了他的封印，但他真身损耗太严重了，需要龙首、龙身、龙尾3样宝物。金龙说这3样宝物由思云家族世代保管，请问你可以把它交给我吗？这3件宝物却是我思云家世代守护的宝物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宝物没放到一起吗？这3件宝物却是我思云家世代守护的宝物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宝物没放到一起吗？龙首一直供奉在静安王墓的主墓穴里，龙尾放在我们祠堂中。不过龙身啊，几十年前被我们族中旁系的一个弟子给偷走了，不知其下落。什么？不过族中记载，只要噬龙者拥有2件宝物，那2件宝物就可以指引噬龙者寻到第3件宝物。怎么指引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有噬龙者亲自拿到才知道。那等找齐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。姑娘放心，我这就通知族人，让他们呢用飞机把他赶紧弄过来。那墓里的龙首呢？如果我继续要的话，那岂不是要继续挖墓了？你愿意吗？无妨，一切为了金龙。不过这静安王墓中的龙首，您得亲自去拿。啊？为何？好家伙，还得自己下墓拿。虽然是为了龙，但这听起来也太没功德了吧？啊？为何？好家伙，还得自己下墓拿。虽然是为了龙，但这听起来也太没功德了吧？方局长不是正在开发静安王墓吗？等他拿到手之后，直接给我不就行了吗？何必得此一举呢？哎，不行，普通人身上没有龙气，轻易触碰就会像之前那只陶罐，刚出土就会碎裂。什么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为了防止盗墓贼觊觎，先祖把5个一模一样的龙首放在了墓中。5个一模一样的，那怎么分辨哪个是真的呢？只有失龙者才能看出真的龙首。不过一旦拿错，就会触碰墓中的机关，坟墓就会立刻坍塌。什么？刚才你怎么不说？方局长已经带人去开发坟墓了，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人命的。金龙的事儿，岂能轻易给普通人透露？况且方协文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私自挖我家坟墓，不找他算账就不错了。行，我去就我去，我这就告诉方局长去加入考古队。四老，你再晚提醒半分钟，我们考古队的这些人都得给你祖宗陪葬了。龙姑娘，这就是主墓室，龙首就在静安王的棺椁中。不过先祖设下的障眼法，只有您才能破。不仅拿错龙首会死人，这踩错路也会死人。龙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路看着是平坦的路，其实只有一条能容人通过的小路，如果踩到其他的上面就会死。这路看着是平坦的路，其实只有一条能容人通过的小路，如果踩到其他的上面就会死，就会掉下去。什么金线白线？这位小姐，你是盗墓小说看多了吧？我们跟着地图走过来，也没有遇到什么陷阱，这地上平平坦坦的，哪有什么危险？哎，别乱动，你不想活命了？哇，这么大的坑，这太危险了吧？这墓室的建造手法很特别，是建立在一个深坑之上的，只有一条能容人通过的小路，要是踩错一步的话，就会触发陷阱。大家紧跟着我，按照我的路线走。同志们，咱们就听龙姑娘的，好吧？排成一排，匀速前进。大家都紧跟着我，慢点走。到了，这个平台比想象中的还要小，这个棺材周围只有3米，大家都紧贴着棺材站。开棺吧，但是小心点啊，里面的东西不要弄坏了。1、2、3，我的天，这竟然是5个完全雕刻的黄金龙头！这黄金的成色比我所见过所有黄金古董的成色都要高。不能碰，这5个里面只有1个是真的，只要拿错了1个，这整个墓室都会坍塌的。龙姑娘，这5个里边哪个是真龙首？这5个里面没有1个是真的。什么？都是假的？
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亮了？是不是出动了什么机关？该不会要塌了吧？咱们赶紧跑吧！哎，慌什么呀？又不是真的要塌了，只是拿对了龙首，陷阱解除了。没错，现在都是变成平坦的平路了，大家可以放心踩了。真是开了眼了，让我亲眼能够看到这样的骑士。那这棺材里头的5个金龙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碰了？不会触发什么机关吧？没错，这5个金龙头都可以拿，就是小心点就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些可都是难得一见的古金器啊！来，快收起来，回去好好研究。哎，我说，方局长，你们古物管理局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啊？这是我们家的祖坟的东西啊！啊，你们说拿走研究就研究啊？思云先生，您这话就有意思了。咱先不说，这地底下的文物本来就应该交给国家来保护。咱再说说今天，你自己家老祖宗坟里的文物，还要靠龙姑娘这样一个外姓人才能帮你找到。你作为思云家族的后人，你不觉得难堪吗？你们考古队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若不是龙姑娘带路，你们早不知道踩到什么陷阱，死哪儿去了呢？你，好，行，我不跟你吵，你也别跟我吵，咱们让龙姑娘来决定这件事，功劳最大的是龙姑娘，她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做，好不好？我同意，龙姑娘决定。我服了，怎么这2人吵着吵着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呢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？这个龙头，思云家家主已经赠予给我了，所以归我所有。这5个金龙头归属权依旧属于思云家，但是呢，文物管理局可以拿去展览研究，但是不能拍卖，不能赠与，也不能破坏。你们觉得这怎么样？行啊，我同意。而且，我古物局一定履行承诺。我也同意，就按龙姑娘说的办。哎，龙姑娘，方才已跟族人联系，龙尾明天一早专人送到京都城。好，那你明日就送到这个地址吧，正好你也见见金龙。好，我既然能，哎呀，多谢姑娘成全，思云一族感谢您的大恩。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哎呀，姑娘胸怀宽广，老夫铭记在心，以后但凡有需，必效犬马之劳。好，那我明日就在地址的位置等你们。再次表示对您的感谢。龙姑娘，刚才监狱那边来消息了，刘峰在监狱里自杀了。什么自杀？是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具体的情况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但是当时他一直说自己是被胁迫的，我以为他只是个借口。现在想想，这背后可能没那么简单。还有龙姑娘，你帮我们识破了假的蛇首，又帮我们找到了那么多的古董，我相信你现在对于那帮人来说，已经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龙姑娘，既然如此，坐思云家的车回去吧。好，多谢思云家主，多谢方局长。好，走。思云先生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明天见。好，你注意安全，明天我会准时把龙尾送过来。好。反正明天还要接着龙尾，今天就先在这住一晚吧。谁？刚才突然出现的护盾，应该就是龙之前说过的护心丝，能保3次平安。看来已经用掉1次了。这人谁呀？难不成我真被什么恶人盯上了？我也太倒霉了吧！小姑娘，怎么回事？我感受到一道护心丝的力量消散了。刚才有人偷袭我，不过护心丝挡住了一劫，现在人已经晕了。我感觉到你与我的距离不远，将他带与我，我看看到底是何人杀害我的噬龙者。好。赤龙，我已经控制了他的心神，现在你问什么他就会说实话。这能力也太强了吧！现在可以开始录音了。你是谁派来的？你和刘峰是什么关系？是孙凯德派我来的。我知道刘峰，刘峰不知道我。我负责除掉所有没用之人。孙凯德，他一直装着一副正经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真的是一个正派呢。孙凯德是不是一直从事造假古董的勾当？是，
造价15年，获利近100亿。什么？这个老畜生！那刘峰知道骗他偷国宝、忽悠他造假的人是他师傅孙凯德吗？不知道。什么？孙凯德十分警惕，他从不露面，都是通过我的匿名消息来指挥其他人员。刘峰从未见过幕后之人，只知道对方有他杀人把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刘峰是不是孙凯德派人做的？是的，刘峰已经没有用了。没想到这里面的水竟然这么黑，孙凯德装着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，没想到竟然是个黑皮老狐狸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孙凯德手里肯定不止藏着那一批真的宝贝，那其他偷来的真宝贝都藏在哪儿了？就在城西的废弃纺织厂里，那里有个地下仓库。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，这也太警惕了吧！小丫头，这事该怎么处理？需要我直接解决掉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直接消失。我这录音算不上什么证据，要是直接让他消失的话，孙凯德肯定会起疑心，打草惊蛇的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你用龙的力量把他的记忆修改成已经杀害我，然后我们把他放到村口，看他接下来会去哪儿，有什么动作。好。对了，明天龙头和龙尾就能拿给你，龙身我还需要再找找。无妨，明天将这2个带来，我用力量让他们指引你找出第3个，这样就省了不少力气呢。经过此事，我再帮你在这古屋上加一把障眼法。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，这下我们可以安心了。我先走了，请等一大好消息。现在就把你拖出去。你怎么这么重啊？以后你少吃点儿。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龙姑娘，你给我的地址怎么是块空地啊？别提了，昨天有人藏在屋子里想暗杀我，我就让金龙设置了障眼法，别人都看不见屋子，只有我能。暗杀？怎么回事？事情有些复杂，等会儿我们先进去再说。这就是金龙设下的障眼法，神也，妙也。这里面就是龙尾巴，我现在带你去找金龙，他还等着呢。走。龙，我现在已经把思云阵和龙尾已经带过来了。思云第28代家主思云阵，拜见金龙大人。起身吧。谢金龙大人。稍安勿躁。稍安勿躁。我看见了，金龙身就在那片布满钢筋铁骨的废弃之地，周遭还有大量古物珍宝，上面写着红旗棉纺厂。红旗棉纺厂，那不就是孙凯德偷藏古董的废弃纺织厂吗？我还在此地感应到了黑龙的气息。黑龙？他是和你一样的龙吗？他与我同源，却坠入邪道的恶龙。1000年前，他为祸人间，我耗尽毕生修为才将他重创。本以为他早已魂飞魄散，没想到我将他的3件宝物全部毁去，没想到他竟然够活了下来。那孙凯德？他定是在侍奉黑龙。龙没了本命宝物就没了心，得不停吸食古董珍宝中的灵力才能存活。哦，怪不得孙凯德要偷藏古董呢，原来是要供养黑龙。金龙大人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废弃纺织厂灭掉黑龙？那废弃棉纺厂外部有黑龙的封印，硬闯不得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封印标呢？那废弃棉纺厂外部有黑龙的封印，硬闯不得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封印标呢？以此封印为核心，四周设有4个封印标，这4个封印标只能设在古董之中。啊，我懂了，只要找到这4个带着封印标的古董，除了封印，就自然能破了封印了。你看，纺织厂就在龙城博物馆的北边，里面藏有大量的古董，要是我们去找的话，说不定能有线索。博物馆的南边是我一个朋友的家，他家里藏了不少宝贵的古董，说不定啊，里面就有一个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这2处寻找，按照规律，如果找到的话，剩下的也不难了。对，封印标散发黑龙的阴邪气息，你用龙目应当能察觉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我们现在就去龙城博物馆，今天正是闭馆的日子，
方便我们寻找封印标。我这就联系周馆长，我会让他全力配合的。好，那太好了。若遇不明，可通过千里传音问询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先走，路上再联系周馆长。好，走。思云先生，您电话里说我这博物馆里有赝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博物馆成立30多年来，每一件藏品都找业内的专业人士鉴定过的，件件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贝。至于赝品，周馆长，您这博物馆有没有接收过孙凯德的宝物和古董啊？哦，孙前辈啊，那肯定有。前2年呀，他给博物馆捐赠了10样珍宝，还说要把这些珍宝放在博物馆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。嘿，你呀可真是有眼光，有格局。周馆长，那您有没有查验过这10件宝贝的真伪呀？孙前辈本身就是鉴宝大家，怎么可能送赝品过来？难道是说你口中的孙前辈造假文物长达20年，获利近100亿？哎，你还是赶紧检查一下这10件宝物是不是真的吧。什么？周馆长，我们要是没点证据，也不会来找你的。这不可能吧？小张、小李，快把孙凯德先生捐赠的所有宝贝从库房中取出来，送到1楼展厅。把孙凯德先生捐赠的所有宝贝从库房中取出来，送到1楼展厅。龙姑娘、思云先生，我这大眼看下来，这些宝贝的纹路、釉色还有包浆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怪不得要把标识放在博物馆，原来还能偷偷吸收其他珍宝的灵气，真是太嚣张了，恶心至极。龙姑娘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怎么……您看不见，这瓶上有黑龙的阴邪之力。好了，现在消除一个黑龙标识了。好了，现在消除一个黑龙标识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馆长，这玉璧居然掉漆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字画背面竟然刻着简体字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啊！天哪，周馆长，除了这个青花瓷瓶，剩下的9件全是劣质工艺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刚刚一定是我眼花了，才把这些粗糙的赝品当成真品了。哎，人真是老了。龙姑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看着也是真品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看着也是真品啊！这样是障眼法，黑龙标识去除之后，障眼法自然就消失了，这真身呢，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哦。哎呀，非常感谢你啊，龙姑娘！要不是您，我们博物馆还把这些假货当珍宝去供奉、去展览。这要是被人识破了，真是要闹天大的笑话了。周馆长，您客气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收集这些假货作为证据，向警方举报孙凯德。这人敢伪造文物古董，还敢把伪造品送到博物馆，真是嚣张至极，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安排人去收集证据，立刻报警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再次感谢2位，非常感谢。哎，既然博物馆的封印已经解除，接下来我们就去我那老友詹老弟家吧。姓詹，是不是叫詹慧清？哦，你也知道他？还真是他，我跟他呀还真是有点交情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走吧。思云老兄，你说你带个小友来拜访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没想到是龙姑娘啊！啊，快请快请，请坐。龙姑娘，
你那个修表的手艺太牛了，我这个表啊，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了。詹先生满意就好。说说吧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忙慌的来拜访我，不可能是为了单纯的拜访这么简单吧？那我就单刀直入了。詹老弟，你和孙凯德有交情吗？交情倒谈不上，不过这个人我确实认识。前几年找各种机会给我送什么古董珍品，我看来看去，总觉得差点什么，一件都没看上。不过嘛，2年前我办寿宴的时候，他倒亲自来了，还送了2件古董做贺礼。瞧着他那片心意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收下来放在仓库了。瞧着他那片心意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收下来放在仓库了。詹先生，您那2件古董能不能先让我看看呢？这2件古董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孙凯德他造假售假，还把假货当礼物送人呢。竟有此事啊！造假售假乃古董界一大忌，还敢把假货当礼物送人，真是为人不齿啊！管家，去库房把我那2件东西拿过来。姑娘，这就是他送来的2件东西，您过过目，看看到底是真是假。找到了，第2个封印标就在这白玉砚台里，现在就除了你。好啊，2个封印标都消除了。好啊，2个封印标都消除了。呵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头一次见塑料古董。他这个人呢，就是这样诡计多端。而且你要是认识其他收他礼物或者说买他宝物的人，还请你提醒一下，那些啊十有八九都是假货。哎，这是自然。之前还有人在我面前炫耀，在孙凯德那边花了大价钱淘了什么稀世珍品，看来都被他骗了。这可是大金额诈骗呢！我这就联系他们，让他们赶紧排查手中的藏品。好，詹先生，要是没别的事的话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詹老弟，多谢配合。哎，客气什么？你们也是在为民除害嘛，我们感谢才是啊！请。哎，龙姑娘，接下来我们去哪里找封印标啊？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接下来去这个古董店，这个在纺织厂的周围，之前就有卖假货的嫌疑，概率很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走。哟，老板，还记得我吗？是你，上次坏我好事的农妇。去，我可不收你的破烂，我也不卖给你东西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啊！哎，别这么说嘛，老板，我身后这位可是首富司云家家主司云振先生，你确定不让我们进去看看？司云振，哎呦，原来还真是司家家主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你看上咱们小店什么宝贝了？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啊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家主随便看，只要看中的跟我说话。龙姑娘，你是看到封印标了吗？是看出来不少假货。这位老板，看来我上次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啊，还在卖这些赝品坑人呢。哎呦，姑娘您误会了，我这摆的这些东西纯看的，没打算卖。是吗？那你认识孙凯德吗？纯看的，没打算卖。是吗？那你认识孙凯德吗？认识啊，那孙老可是古董界的泰斗，名声大着呢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。我们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这有没有收孙凯德的古董宝物啊？有，那孙老的那个古董我都宝贝着呢，都没舍得卖。那要不是看四家主和姑娘您来了，我连看都不让别人看一眼。稍等啊。就是这个，去年从孙老手里弄来的小玉佛，他说是宋朝的宝贝。果然在这儿。
完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不是，这就看看就走了？思云家主姑娘，我这库房里还有很多好东西，你们再看看，价格好商量。对了，王老板，我会跟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这家店，想必接下来王老板会很忙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我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龙姑娘，第3个封印标已经解除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？我觉得最后一个地方就在这儿。采石场？对，就是采石场。采石场能有什么古董宝贝？它可以把之前的东西藏进去啊，比如说玉石、原石。正所谓木藏于林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对，说得对。小李，走，我们去磐石采石场。这也太多了吧？龙姑娘，你感应到黑龙的气息了吗？能，这里确实有黑龙的气息，错不了，就在这儿。第4块封印标，应该就在这堆石头里了。说，你要买石头吗？说，你要买石头吗？这里气息很浓，错不了，就是这儿。找到了，就是它。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跑到我挖机上了？没什么事，就是突然对这个平安牌有些好奇。你说这个呀？之前一位好心的大叔送的，说干我们这行太危险，送我一块平安牌，我就挂车上了。说干我们这行太危险，送我一块平安牌，我就挂车上了。可不是什么好心的大叔，接受邪气多，身体只会不断变差。还好已经解除掉，现在就是块普通的牌子。这块平安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挺好的。完事了，我们已经解决了。这俩人干什么来的？真是奇怪。封印全部都解除了，黑龙印记应该没有了吧？接下来我们该去废弃纺织厂了。是啊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终于要结束了。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一下子解除孙凯德这么多黑龙封印，他不可能丝毫没有察觉。这会儿他说不定在纺织厂守株待兔呢。确实，他为人狠辣，上次就找人暗杀我，这次不知道又做出什么举动呢。我这就召集思云家的人，多个帮手，也多份保障。好。好。也多份保障。好。好。龙小姐，这些都是我思云家的护卫，个个身手不凡，随我们一同进入。不错，还有枪，有他们在，踏实多了。这件事也该做个了断了。走，我们进去。果然，这里的黑龙封印已经破了。这里安静的反常，龙姑娘，你能感受到龙身的气息吗？能，很清晰，就在这地下。这边发现地下仓库的入口。太好了，我们走。这里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不管是不是陷阱，打开看看再说。家主，龙姑娘，下面是地下仓库，空无一人，没有发现任何陷阱。好，咱们进去。好，咱们进去。这些古董的品相看着都是真品啊。没错，这些全是真品。孙凯德真的就把他们放弃在这儿了？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龙姑娘，你再感应一番龙神的位置。龙身就在这面墙的后面。没想到这个仓库还有暗间，快，仔细搜索，找机关。
这里有块砖不一样。就是他。龙姑娘，思云家主，你要是不想让他血溅当场，就乖乖的把路让出来，放我们走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孙先生，只会躲在暗处害人就是你的本事，靠偷来的古董供养黑龙，跟阴沟里的老鼠有什么区别？丫头片子，死到临头啊，还嘴硬！你造假杀人的证据我已经提交给警方了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那个古董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吧？我敢说，今天出了这点，没人能看得起你，反而都会指着鼻子骂你。住口！骂你无耻下贱，为了蝇头小利，不惜污染整个古董界，你简直枉为华夏人！你，给他点厉害尝尝，让他知道多说话的代价。啊，这什么力量？你故意的！你故意说那些话，就是为了激怒我。谁让你就这么容易被激怒呢？果然是你，看来上次让金龙消除你的记忆是个正确的决定。果然是你，看来上次让金龙消除你的记忆是个正确的决定。怎么样，孙先生，害怕吗？你这个小贱蹄子，坏我好事，刚刚就差一点儿，黑龙就要复活，到时候我就可以依靠龙力掌控一切啊！可惜没那个机会了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能抓我！我是古董界的泰斗，我的学生到处都是。古董界泰斗，你配吗？你造假售假盗窃国宝，还想复活恶龙为祸人间，还是那句话，你简直枉为华夏人！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跟警察说去吧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太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去寻找金龙了。太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去寻找金龙了。金龙、龙头、龙身、龙尾都找齐了，现在可以帮你恢复真身了。辛苦你了，噬龙者。就交给你了。恭贺金龙大人恢复真身。龙姑娘，你助我破除封印，恢复真身，我曾经的承诺，今日一一兑现。这是？此乃龙树，它会源源不断的结出金子果实。这小院有结界，除你以外无人能摘取。真的是金子做的。金龙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的。你的龙目与龙爪之力我也不会收走，希望以后能用这份力量造福众生。好。司云镇，你身为噬龙一族后代，全力协助龙姑娘，有功当赏。我赐你后代子孙健康无忧，无灾无病。我赐你后代子孙健康无忧，无灾无病。谢金龙大人的恩赐，司云一族定不负大人所托，永世铭记恩情。今年夏天，我种出了一条龙，夏天结束，龙离我而去，留给了我无数精彩刺激的回忆。偷盗文物，数罪并罚，判刑15年，立即执行。最后，孙凯德获刑，方局长让位于我。就这样过完了幸福的一生。